同是海水，为什么大西洋和太平洋却不相容？海底奥秘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海洋占据了地球很大的面积，海洋很广阔，所以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海洋。世界上有4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交汇的2大洋。然而，它们虽然能相遇，海水却无法真正融为一体。为什么？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海洋，边缘海和岛屿最多，亦为平静的海洋。它位于亚洲、大洋洲、南极洲和南北美洲之间，南北长约15900公里，东西宽19000公里，总面积18134.4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957米，最大深度11034米。大西洋是世界第2大洋，占地球表面积的近20%，原面积9165.5万平方公里。南极洋建立后，面积调整为7676.2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627米，最深处波多黎各海沟9219米。大西洋呈 S 型，以赤道为界，分为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同为水域的第1大洋和第2大洋互不相容，有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一半是蓝色的水，一半是较淡的水，长长的分割线看不到边，也很壮观。根据地理勘测人员的发现，由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处于不同的位置，太平洋处于热带，常年雨量充沛，这样海水的盐分会被稀释，这样海水看起来会更干净。而大西洋的盐分更多，由于盐的不同导致密度不同，两种海水会有明显的色差。太平洋会有大风，可以使太平洋的水位升高50厘米左右，所以太平洋的海水水位会比大西洋高50厘米。从地理上看，太平洋一侧的区域处于热带复合带，统称为2个半球的信封形成复合带，这将导致太平洋上雨量充沛，在平衡的基础上淡化盐度，因此太平洋水的密度比大西洋水的密度低得多。同时，深海的流动性也不容乐观。信封的影响导致太平洋的水位变化很大，不同的风对海洋上海平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果不能平衡风，最终不仅会导致海底结构的巨大变化，还会导致海水温度的巨大差异。从太平洋一侧的海底和大西洋另一侧的海盆可以看出信封对海洋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这种影响最终导致两海相遇后仍然无法成为一架，不仅颜色有差异，高度也有高有低，而且地球自转的时候也会产生偏转力，两大洋也会因为地球偏转力的影响造成巨大的水位下降，因为这是自然不可抗力，所以至今无法改变两大洋的现状。有人曾开玩笑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大洋分属不同的海神，一个是东方海神龙王，一个是西方海神波塞冬。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严格的说，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永远不会混合是错误的。人们之所以拍下大西洋和太平洋截然不同的水域，完全是因为双方的水域还没有完全交融。其实这种概率很小，但也不能排除这个世界很奇怪。比如有时候半雨半晴，北极会出现极光，如此神奇的景象令人惊叹。目前基于我们过硬的科技和认知，对这些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井水是水，可以看作是同根生，但是遇到了就不能融合在一起了，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把它们分开了，有明显的区别。然而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者都是海水，却能水火不相容，真的很神奇。最后得出结论，分界线有2个原因。第一，两大洋的地形不同。在海洋中，不同的地形结构会直接影响海水的水位和温度，因为这2个因素不一样，海平面就有差异，就有了这个神奇的分界线。第二，与海水的盐度有关。但是这种神奇的分割线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观感体验，也给很多从事艺术的人带来了一些启发。像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2个海水无法融合的问题，想必大家看完之后也终于明白了。